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美国面临债务噩梦。经济学人，美国政府正在逐步提高债务上限，可能面临主权违约或国家支出大幅削减，这两者都对全球市场造成毁灭性后果。投资者在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能否走到一起制定政治解决方案的不确定性中变得不安。尽管美国政客过去曾找到摆脱僵局的方法，但该国的财政状况越来越不稳定。目前衡量脆弱性的核心指标是美国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债务上限是一种政治创造，没有根本的经济意义，没有其他国家以如此粗暴的方式束缚自己的双手。目前债务总额的上限为 31.4 万亿美元，占 GDP 的 117%， 美国正在与之抗衡。投资者担心，在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Janet Yellen 警告政府最快将在6月1日耗尽预算噱头之后，6月初到期的国库券收益率上升了1个百分点。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立法失败，例如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由凯文·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提出的法案，将上限推迟到2024年，同时在未来10年内削减了数万亿美元的支出，并破坏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该法案对民主党人来说是不可能的。美国的赤字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联邦支出的最大份额是社会保障的强制性支出。即使将来赤字可能会减少，他们仍然会因为大量借款而导致病态。政府必须从私营部门吸引很大一部分储蓄，导致企业支出资本减少，使工人生产力降低，增长放缓以及经济贫困和动荡。赤字上升加剧了对修复的兴趣不足，共和党人已经认识到削减福利是有害的，而民主党人已经学会了避开增税，这使得任何一方都很难制定一项将财政政策置于可持续道路上的计划，更不用说就一系列政策达成一致了。股市对美联储支点和银行业感到紧张。路透社，全球股市下跌，因为许多投资者怀疑美联储最近的加息仅仅是暂停，而不是方向的重大变化。此外，在区域公司 PacWest Bancorp 出现新问题的消息传出后，一些美国银行的财务状况仍然存在担忧。尽管这两个问题都在意料之中，但投资者失去了信心，因为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谈到对通胀仍然是主要担忧的担忧，并重申现在判断加息周期是否结束还为时过早。强生消费者部门自2021年以来在美国最大的 IPO 中估值达410亿美元。金融时报，医疗保健巨头强生 Johnson & Johnson 的消费者部门看路在扩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中筹集了37亿美元，该 IPO 对这家玻璃公司的估值为410亿美元。此次 IPO 标志住近18个月来规模最大的美国上市，轻松超过了此前预测的 2.5-28 亿美元。出售所得款项将用于偿还债务，尽管强生仍将是肯布的90百分号加股东。该公司生产 Tylenol、Aveeno 和 Listerine 等家用品牌，但预计将面临与强生婴儿爽身粉产品有关的有限数量的诉讼。中国4月份工厂活动因需求疲软而下滑，财新采购经理人指数。路透社，财新标普全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前一个月的 50.0 意外降至4月份的 49.5， 这是该行业自1月份以来的首次收缩。经济学家指出，市场状况低迷和新订单弱于预期抑制了产出，而客户需求疲软导致工厂以1月份以来最快的速度减少人员，主要是通过自然减员。尽管如此，企业还是引用了新产品发布、政府支援性政策以及新设备投资的预期提振，以改善乐观情绪。中国执政的共产党表示，提高需求是经济持续复苏的关键。拜登将提名菲利普·杰斐逊为美联储副主席。金融时报，据悉，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考虑菲利普·杰斐逊担任美联储副主席，将他从目前的央行行长职位上提。据说他已成为该职位的最佳候选人，这将填补 Lael Brainerd 在2月份空缺的职位。阿德里安娜·库格勒 Adriana Kugler 看起来也将成为美联储理事，此举可能使他成为央行第一位拉丁裔董事会成员。
当你死后，你的加密货币会怎样？悉尼先驱晨报鼓励加密使用者在他们的遗嘱中包含加密资产，以确保他们的助记词在他们去世时被提供给值得信赖的人。澳大利亚的律师事务所已经在客户的意愿中添加加密资产，使他们能够指定加密资产将流向谁、助记词以及如何访问加密钱包。虽然目前在律师事务所存储敏感资讯并非万无一失，但正在出现更多额外的解决方案来解决现有问题。总部位于纽西兰的 Everlasting 就是这样一家希望加强报废托管服务安全性的公司。新加坡基金对中国经济与市场脱节感到困惑。南华早报：新加坡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快速复苏的持久性持怀疑态度，并正在努力在该国的资产类别中交易重新开放主题。美国银行引用了在对这个城市国家的营销访问中收集的30多家全球机构的反馈。新加坡投资者对喜忧参半的信号表示担忧，理由是强劲的经济数据与令人失望的股市表现之间存在脱节。此外，新加坡投资者大多询问有关消费反弹的可持续性、房地产市场复苏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的问题。当利率较高时，从哪里获得最佳的储蓄回报？ CNN。 根据这篇文章，如果储户探索在线高收益储蓄账户、银行存款证 CD 或美国国债，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来产生更高的回报。一些网上银行账户的回报率高达 4.8%， 而 CD 的年收益率 APY 高达 5%。 国库券投资还可以为利率走高提醒的储户提供收益。一些储蓄率不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的保护，例如苹果的 4.15% 回报率仅适用于平台使用者，而不是一般的美国储户。白宫警告经济衰退，因为债务限额斗争仍在继续。美联社白宫经济学家表示，美国政府长期拖欠债务可能导致830万人失业，股市暴跌 45%。 该报告还警告说，即使是不太严重的情况也会阻碍美国经济，因为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警告说，联邦政府最早将在6月1日无协议违约。短期违约将导致就业岗位减少50万个，而边缘政策方法可能会损失约20万个就业岗位，并使 GDP 减少 0.3%。 金融科技独角兽 Pro 着眼于印度扩张，日本进入，首席执行官。日经亚洲总部位于英国的支付基础设施供应商 Pro 计划在印度扩张，并正在考虑进入日本，因为金融科技独角兽看到跨境支付的需求增加。该公司最近与印度国家支付公司的国际部门合作，首次进军印度市场。可能决定利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2个通配符。悉尼先驱晨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近加息的决定引发了人们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质疑，加息是否会继续、暂停，甚至可能随后降息。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 Jerome Powell 表示，鉴于该国可能稳定的通胀率，美联储预计今年不会下调联邦基金利率。然而，债券市场正在定价最早从9月开始的加息。美联储无法控制的2个因素也可能严重影响货币政策、地区和地方银行业的危机，以及美国债务违约的风险。批评人士担心，贷款收缩可能导致开发商和家庭难以获得信贷，从而进一步减少经济活动。Joby Aviation 将获得特斯拉股东 Baillie Gifford 的投资。路透社英国投资管理公司 Baillie Gifford 计划向加州飞机制造商 Joby Aviation 投资 1.8 亿美元。Joby 最近与美国空军达成协定，提供多达9辆空中计程车。该公司为其垂直起降飞机开发了一种基于应用程式的乘车共用模型，与该公司的竞争对手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计划制造飞机供航空公司和物流公司使用。Baillie Gifford 也是特斯拉和亚马逊的投资者。该行业的其他公司包括 Archer Aviation 和 Vertical Aerospace。香港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5年高位，因美联储发出暂停收紧政策的信号。南华早报：香港金融管理局已将其关键利率上调至 5.5%， 创下15年来的新高，以配合美联储将目标利率上调至 5% 至 5.25% 之间的决定。这是香港利率连续第10次上调，尽管有人乐观地认为，这标志着去年3月因担心通胀上升而开始的加息周期结束。
报告：中国在承诺停止煤炭融资方面落后于全球金融公司。南华早报：200多家主要金融机构出台了限制煤矿或燃煤发电项目投资的正式政策，但中国只有3家金融机构制定了正式的煤炭政策。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的一份新报告显示，这些发现突出表明，中国需要采取更大的行动来减少碳排放并实现净零排放，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28% 以上。金融机构已经确定，投资煤炭存在金融风险，气候风险是一种金融风险。高通公司前景黯淡，因为智慧手机销售仍然疲软。路透社：高通公司预测第3季度的收入和利润低于市场预期，理由是对智慧手机型业耗尽过剩供应所需的时间的担忧。该晶圆制造商还提到了宏观经济逆风、全球手机销售疲软以及渠道库存下降。尽管如此，高通公司声称其重点是多元化。据报道，上一季度预测晶圆收入的下降是由于仅使用数据机的手机客户，传闻是苹果购买的时间。民族主义消费者加剧了外国品牌在中国的挑战。南华早报：根据南华早报的一份报告，在中国运营的国际品牌正面临住来自中国政府煽动的网络民族主义以及当地竞争的压力。研究发现，虽然跨国公司在中国增长，收入增加，但他们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却在下降。随着中国变得更加民族主义和抵制国际品牌的上升，这种威胁也在增加。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 和 H&M 等公司在中国遭到了强烈反对。研究表明，抵制外国产品导致销售额下降，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此外，报告称，近年来，中国年轻人开始寻求本土品牌的质量和创新。该研究补充说，中国消费者购买国产品牌手机的比例从2013年的 46% 上升到2021年的 64%。前 OpenSea 员工在第一起 NFT 内幕交易案中被定罪。金融时报 OpenSea 的前雇员内特·查斯坦 Nate Chastain 成为第一个被判犯有内幕交易数字资产罪的人。他被指控洗钱和电汇欺诈，因为他在5个月内购买了45个代币，他知道这些代币会变得流行，并且会以他购买他们的2到5倍的价格出售。Chastain 在审判期间提到 FOMO 或害怕错过，面临最高40年的监禁。与 NBST， 巴克莱任命张为亚太地区宏观交易主管。彭博社，巴克莱已任命张云为亚太地区宏观交易的唯一主管，因为该银行加强了其结构性产品销售的生产。张先生目前是该行在该领域结构性利率的负责人，自9月以来一直领导流量业务。他将继续担任中期票据和结构性票据交易全球主管以及混合票据交易全球联席主管。这一变化还将增强女性在巴克莱整个亚太地区全球市场业务中的领导地位。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